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叩见太后。平身。谢太后。展护卫怎么来了？展昭奉包大人之命，带秦香莲入宫。哦，秦香莲在哪里？在门外候宣。宣她进来。是。展护卫可是有话要说，是为了秦香莲的事吗？太后自有决断，展昭不便多言。展护卫回避也好，免得左右为难。民妇秦香莲叩见太后。你就是秦香莲？是。把头抬起来。你们都退下吧。展护卫，你也回避，这是我们的家务事。是。现在已无他人，你站起来说话，不用跪着了。谢太后。哀家知道你满怀怨恨，又知道你不愿与哀家对面而谈。可是事关公主与你的夫婿，哀家又是公主的母亲，自然是家中的长辈，所以只能请你耐着性子，听哀家把话讲清楚。太后不但是公主的母亲，同时也应该是天下妇女的典范。果然是书香门第，言语不惜名利，却一语中的。你是要哀家对此事秉公论证？太后母仪天下，不容民妇智慧。说得好，可是今天哀家是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和你谈话，眼前的情形或许你还不十分清楚，就让哀家多说几句，让你明白。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你随本府办案多年，可曾见过本府纵放过一名罪犯？可曾见过本府因位于权贵而不敢办案？又可曾见过本府让受到冤屈之人含冤莫白，有屈难伸？没有。这正是黎民百姓将大人奉为青天，也正是天下含冤受屈之人仍然抱持希望的原因。本府绝不是唯一的清官，只要是肯为百姓着想，心中抱持着公理正义的官员，都是百姓的青天。大人说的是。那么，即使本府不再为官，仍然会有无数的青天维护着公理正义，而那些受到冤屈的人，也都还能继续抱持着希望。大人，本府只是有感而发，公孙先生不必在意。皇上一旦下旨，驸马就会被特赦。倘若你不肯撤销告诉，包大人充其量判他个杖刑拘役。那时他虽然会被撤去驸马的身份，
却永远不会和你复合。两个家庭同时被破碎，你和公主的孩子也同时会失去父亲。这样的结果，对你来说又有何意呢？倘若民妇撤诉的话，又将如何？皇家会给你一大笔财产，会让你的孩子长大成人，也够让你们母子三人过一辈子富裕的日子。那样他们同样会失去爹。请太后恕民妇直言，那与出卖民妇的丈夫又有何不同？那你又想如何？难道要让驸马随你回乡下，让公主成为皇家的笑柄？不，太后，民妇不会让她回去。那你想要干什么？公道，民妇要的是公道二字。还陈世美惨死的爹娘一个公道，还那2个无辜的孩子一个公道，还天底下被负心的丈夫抛弃的无助妻子一个公道。太后，民妇要的是这个，而不是太后说的富裕的生活、庞大的财富。住口！你一个乡村野妇，怎敢对哀家如此说话？哀家好心好意将情况说明于你，你竟然毫不领情。民妇并非有心惹怒太后，只是心中的苦闷难以抑制，事态放肆之处，还请太后恕罪。你是个不可多得的女子，若是换在别的环境，哀家甚至与你投缘。说这些无济于事。哀家的话已经讲完，你自己去斟酌决定吧。来人，奴婢在。请展护卫带他回去。是。去请皇上来，就说哀家有10万火急的事要见他。遵旨。太后可曾为难于你？没有。他和你谈些什么？可是要你撤销告诉。包大人，太后说，若皇上下旨特赦，陈世美便不会以欺君之罪处置。他说的可是事实？不错，确实如此。香莲敢问包大人，难道这就是朝廷的律法？恶法亦法，本府也无可奈何。既然如此，香莲明白了，请包大人准许香莲带着儿女回乡下去。你依然可以告那陈世美不养父母、抛妻弃子之罪呀。公孙先生，倘若判那陈世美有罪，
是否也只是仗循居意？不错。那项链又何必告他？不如撤销控诉的好。是太后让你撤销告诉的吗？太后说，愿意给香莲母子一笔庞大的财富。你同意了她的条件？没有，香莲还不至于做出出卖丈夫的勾当。既然这样，你为何还要撤销告诉呢？只是因为刑责太轻？香莲只是太过失望了。此话怎讲？香莲带着子女进京寻夫，原本已无计可施了，却有好心人言道：开封府包大人素有青天之诚，必能为香莲洗雪沉冤。谁知道一波三折，就连皇上和太后都干涉此事，朝廷律法竟让包大人无能为力，无可奈何。直到今天，香莲方才知道，这人间何尝有青天啊！哪怕皇上是老百姓顶了头的天，他也不过是个杀人的天。从此以后，香莲不再相信公道正义。从此以后，香莲不再相信天理报应。从此以后，香莲就是冤死，我也不再喊冤。且慢！秦香莲，你待怎讲？香莲就是冤死，也不再喊冤了。端回来！本府何曾说过不再为你做主？本府何曾说过会让那陈世美逍遥法外？今日本府就让你看看，公理正义犹在，天理报应犹存。包大人，冤枉啊！胆护卫，属下在，立刻前往驸马府，将那陈世美拘捕到案，不得有误。是。你怎么进来的？展昭乃皇上赐封御前四品带刀护卫，大内皇宫无需腰牌，可以任意行走。更何况是你小小的驸马府。展护卫来此何事？奉包大人之命，带你前到开封府受审。什么？你还是乖乖的随展某去吧。要是展某硬请的话，恐怕你会自取其辱。放肆！本宫乃当朝驸马，别说是你了，即便是包大人，也不会对我如此无礼的。
包大人或许会留些颜面给你，驸马爷恐怕不知道展某来自江湖，以我的脾气，随时让你血溅当场。展护卫，别动气，别动气，本宫随你去就是了。走吧。启禀公主，不好了，出什么事了？驸马爷被人带走了。什么？带到哪里去了？开封府。皇上驾到！儿臣参见母后。母后，发生了什么急事，要见儿臣？你们都退下吧，哀家要和皇上说话。是。母后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哀家请皇上来，是因为这件事非皇上出面不可。母后请说。哀家要请皇上下旨，特赦一个人。救人？救什么人？驸马陈世美，你的亲妹婿。香莲，公孙先生，快请进来。春哥冬妹，来，跟张龙叔叔到院子里去玩。好，来，我跟我来。叔叔带我们去玩。大人让我过来，交代几句话。公孙先生，请讲。大人即将升堂，审问那陈世美。依照惯例，原告必须在场。我会去的。不，大人不让你去。为什么？大人升堂审问陈世美，势必会将那陈世美当堂正法。让原告在场观刑，原本是对苦主的交代。然而，你与那陈世美毕竟是夫妻呀。我们之间早已经恩断义绝。只怕未必见得吧。公孙先生，你与他自幼便相互为伴，10年的玩伴之情，10年的夫妻之恩。纵使他的所作所为令你深恶痛绝，然而昔日的恩情又岂能一笔勾销呢？你为公婆儿女讨回公道是一回事，亲自目睹他身首异处，又是另一回事。香莲，你一路走来
早已心力交瘁，苦不堪言，又何苦再蒙上一层终你一生也无法抹去的阴影呢？包大人不忍心看到你苦上加苦，痛上增痛，你还是不要去的好。包大人的好意，香莲明白，就依包大人的安排吧。这样最好。你就跟孩子们留在这厢房之中，事了之后，自然会来通知你。公孙先生，请留步。公孙先生，太后若要皇上特赦，包大人若要执意将此人正法，那岂不是有违上意？倘若如此，那包大人……包大人既然下定决心，自然早有定见。你无需替大人担心。那陈世美就算是受人逼迫，也不该呀。皇上，如今不是生气的时候。公主怀了她的孩子，眼看着包拯不会放过她，看在你外甥的面子上，你也得救她。哀家也曾宣召过包拯，倘若皇上不下旨，他必定会把驸马立刻处死。包拯并没有错，那陈世美的确死有余辜。皇上，难道你忍心看着你的亲妹妹年纪轻轻就守寡？难道你忍心看着那个孩子还没出生就没了父亲？他们毕竟是皇家的人呐。母后，那陈世美薄情寡义，禽兽不如，就因为她是我们皇家的人，儿臣就可以下旨救她？传扬出去，让儿臣何以服众？世人又何以看待儿臣呢？好，既然皇上如此在乎世人的看法，那哀家就要让世人看看，皇上是如何的不孝。母后，儿臣何曾不孝了？你不听母命，就是不孝。哀家劝你下旨救人，你推三阻四，就是不从。难道要哀家跪地求你不成吗？好，就让哀家跪地求你，英明睿智的大宋皇帝。母后，母后万万不可！儿臣立刻下旨救那陈世美一命就是了。不是哀家要逼你，哀家也是情非得已呀。母后不必说了。来人！奴婢在。回御书房伺候笔墨，朕要亲下手诏。奴婢遵旨。母后请放心，儿臣自会命人前往开封府传旨，将那陈世美特赦免死。那就全仗皇上了。
那秦香莲如何决定？他决定听大人的话，不去关行。很好。大人，学生有话要问，但不知是否适宜。公孙先生，但问无妨。是。大人下令将那陈世美拘捕纠办，固然是大快人心。然而太后早有交代，将请皇上下旨特赦。如此一来，大人势必难以面对太后。公孙先生是在替本府担心。学生不敢，只是……公孙先生，我辈读书之人，苦读应试，入朝为官，究竟所谓何来？不过是想借着朝廷公器，为百姓黎民烧尽绵薄之力，为世间公理正义略效犬马之劳罢了。大人忧国忧民，学生望尘莫及。不，公孙先生此言差矣。公孙先生学富五车，博古通今，若要图个荣华富贵，何处不能？却偏偏要来到这开封府相助本府，终日绞尽脑汁，暗读老写，不过落得个两袖清风。公孙先生又所谓何来？学生是感佩大人的高风亮节，而兴见贤思齐之心。不，那是因为公孙先生胸怀悲天悯人之心。至于展护卫，仗剑江湖，快意恩仇，原本何其自在，却甘受朝廷节制、律法束缚，他又所谓何来？展护卫侠肝义胆，嫉恶如仇，深知大人不惧权势，惩奸除恶，故而投身官府，报效朝廷。不错。你我三人，何尝为了一己之私？如今为杀陈世美而丢官罢职事小，为养成上意而颠倒黑白事大，维护公理正义，何其之重？计较个人得失，又何其之轻？孰大孰小，孰轻孰重，一目了然。公孙先生又何须为本府担心？大人金玉良言，发人深省。学生获益良多，永志不忘。母后，快去救救驸马吧！别着急，皇上已经答应哀家下旨了。不行，等皇上下旨就来不及了。为什么？保正派人把他抓到开封府去了。什么？来人呐！在。摆驾开封府。是。包大人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竟敢派人挟持本宫而来？难道你眼中已无王法？驸马爷休要动怒，让本府先为你引荐。公孙先生，两位请。这位便是泸州府知府孙大人。驸马爷状元及第时，也未回我泸州报喜，难怪本府也不知驸马究竟来自舒城县陈家村，还是
合肥县的白云寺。阿弥陀佛，老衲圆通。圆通大师乃是合肥白云寺住持方丈，正是驸马爷忌毒之处，在寺中想必多有接触。包大人，老衲与嫉妒的举子陈世美确实相熟，而老衲与驸马却是初次相见。孙大人，大师，有劳两位坐镇认人。如今驸马身份既已厘清，两位请先回房休息。是。阿弥陀佛。两位请。驸马爷，如今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不错，本宫承认，本宫的确不是来自白云寺，但本宫乃当朝驸马，金科状元，这可一点不假。那是当然。不过本府手中却有多件与驸马有关的案件有待厘清，驸马爷何不随本府公堂上说？包大人说的可是那3桩命案？不错。本宫早已说过，那3人之死与本宫一概无关。那魏明前来投案自成罪状之时，也是如此说的。既然魏明已投案认罪，包大人又要本宫去公堂，又有何用？这3桩命案虽然已由魏明认罪，但件件与驸马都有牵连。稍待本府提审那魏明之时，还要与驸马爷对质。驸马若是不肯前去领审，岂不显得心虚？既然如此，本宫就随包大人去公堂，又有何不可？好，本府就与驸马爷公堂上见。来人呐！在。传令升堂。是。带人犯魏明。带人犯魏明上堂。魏明，犯官在。昨日你前来开封府投案，在本府公堂之上坦诚罪状。今日可要本府再重新审讯？犯官都已认罪，包大人何须再审？在你供词中坦诚以下罪状，本府一一再作提示。你若有修改供词之处，可当堂向本府提出。你可明白？犯官明白。据你供称，公主有心招新科状元陈世美为驸马，你查明她早有妻小，于是寻得与她同名同姓、来自合肥白云寺的落地举子，将他2人学籍互调，由状元冒名顶替，招为驸马，可是如此？确实如此。为防遭人揭发，你命驸马府侍卫韩琦将那白云寺陈世美杀害，埋尸于东城外树林内，可是事实？是。驸马原配秦香莲
来向本府诉状陈世美抛妻弃子。本府传陈家村地保陈春前来认人，你将他收埋，做出伪证，而后再命韩琦将他杀害灭口，是也不是？是。那秦香莲不忍见驸马受刑，宁愿撤回告诉，返乡回家。你为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，再派韩琦追杀他母子3人，可有此事？回包大人，犯官虽将韩琦派出追杀，可确无成功。那是因为韩琦一丝人性未明，而自尽身亡，秦香莲母子3人才能苟全性命，再向本府提出告诉。以上供词，你可有修改变更之处？没有，犯官一概认可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当下听判。且慢！怎么？你还有话要说？包大人，犯官虽然坦诚罪状，可这一切都与驸马爷无关的呀！住口！是否与驸马有关，本府自会决断，岂能容你在堂前多言？魏平，你身为驸马府总管，却无视于朝廷律法，连续教唆韩琦杀害无辜，怂恿陈世美冒名顶替，犯下欺君大罪，3条人命遇害，2户人家遭殃，罪孽深重，法所不容。本府以大宋律例，判你扎刀之刑。来人呐！在。胡子当伺候。是。出去玩好吗？不行，包大人说过，不让咱们离开这个屋子。为什么？因为包大人正在审坏人，如果你们出去玩的话，势必会影响包大人的。是什么坏人啊？娘也不知道。不过春哥长大之后不能做坏事，明白吗？
冬妹就在屋里玩吧。去玩吧。驸马爷，包大人，方才为民审讯、宣判、行刑之时，驸马皆已目睹，不知驸马以为如何？那为民罪大恶极，恶贯满盈，死有余辜。包大人审理公平公正，本宫佩服。驸马不及佩服本府，如今该轮到驸马爷了。方才为民说得清清楚楚，那些事都与本宫无关呐。无论有关无关，皆与本府审讯驸马之事无涉。那包大人要审本宫何事啊？本府手中有一诉状，陈家村妇人秦香莲状告其夫陈世美不孝父母，抛妻弃子。驸马这是本案的被告，不知驸马可有辩解？本宫父母在家乡因饥荒过世，但本宫当时人在京城，并不知情。然而本宫也的确知道犯了不孝之罪，本宫愿受包大人依法判罚。那抛妻弃子又当如何？包大人，世间夫妻又岂能尽皆白头？如果包大人依此判罪，本宫也无话可说。驸马倒是肯坦然认罪。在包大人公堂之上，本宫岂能狡辩脱罪？本宫静候包大人判刑。数自寻烦恼，天外有天比你高。大富贵比不上身体好，无忧无虑平常心到老。看得透想得开，别爱计较，宽宏大量开口笑。我朋友要比多仇人好，让人一步世界大多了。真心好，久了总会被看到，不需要急着让别人知道。忠诚多，友谊才是宝，尝过人情冷暖最明了。现在讲谁傻瓜言之过早，人会好心有好报。人生有什么才不算少？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。